大家好，我是周弟。前阵子我有一个影片在教看钱币品项，其中钱币的压印也是看品项的重要因素之一哦。今天就来细谈压印吧。一枚钱币的压印完整也是算在评级品项的标准之一。那么压印除了模具高低调节问题使得某部分图文没压印完好之外，金属材质上有软硬之分，像金子相对的软，用牙齿咬都能咬出痕迹啊，随便的冲压都能很生菌。还有钱币面积越小，像小毫子，也能较好的压印完整，因为体积大大小小和各种材质的不同，以当时的技术无法准确计算需要调节至多少冲压压力，才能使一枚钱币的所有图案压制至完整，所以常常有很多省份钱币，比如四川龙洋，大部分是没有龙鳞的，全龙鳞的四川币甚至能拍出高价。除了先天压印不完整外，再来就是模具的损坏程度。当模具冲压在了空白银柄上，金属经过流动下会产生放射状注痕，这样的纹路会随着模具损坏而形成越来越粗糙的放射线。判断模具损坏程度可以从底板的放射线粗糙程度来得知哦，分别有初期模具、中期模具、后期模具，甚至末期模具来形容模具的完好程度啊。所以所谓的初打币就是模具全新的状态下所铸造的，通常是前面几枚会是特别的精美，底板有时会像镜面效果或是 proof-like 类似镜面。所以如果评级分数来到了66以上，67、68、69，基本上我问过很多老手也有同样的观点，67、68、69相差并不太大，根本就差不多啊。除了细商外，认真要分出高低时，应该就是压印程度了吧。过去我有一个鉴定公司术语介绍的影片，谈到 BU 是什么，60到66是属于 MS， 而66以上可称钱币是 BU， 但 BU 状态的钱币却真的不是用言语能够形容出来的。除了压印程度的完整性外，模具本身的条件也很重要，才能使得钱币达到 BU 啊。然后模具经过大量的工作后，产生的纹路会越来越粗糙，甚至到了中期，颜料还会开始堵塞，产生所谓的缺笔板别。有时末期模具还会崩裂，形成裂膜流银的现象。模具裂开的纹路都印在了钱币上，因为钢模造价昂贵，晚清时期又遭遇内忧外患，经济危机啊，所以一个模具通常都是用到坏为止，甚至常常再将损伤的模具抛光修复，再继续使用。这种模具上的抛光刷痕也都会反映在了钱币上，再加上当时光绪年间部分各省都有自己的造币厂，导致各省出厂的钱币都有不一样的特色。有的厂不在乎压印，甚至将上下模具距离调节松一些，好让模具寿命延长一点，也降低制作模具的开销啊。有的含银量较高，材质较软，压印较深。熟知各省的压印风格也是判断真假的重要依据哦。那么天生压印不好的钱币产生的落打与后天磨损究竟是怎么区别的呢？最好判断的方式就是天生铸造落打，代表图文不是经过磨损掉的，所以钱币的底板还是能保有车轮光的皱纹折射，都磨损成这样了还能有车轮光，相对的磨损状态下的钱币也就不会有车轮光的转光了，图文都磨损掉了，哪来的皱纹啊？钱币品项是经过流通后产生的自然流通痕迹来评分的，但是比方以 PCGS 鉴定公司评出相同的分数，一枚有落打，一枚没有落打，落打的在价格上会受到影响也是个事实啊。鉴定公司为了让相同分数的价位上不至于相差太多的情况，所以选择让天生落打的钱币因此而降分。很多当代币的收藏家更是不认同 PCGS 这个观点，因为当代金银币出厂时本来就已经用亚克力盒封装完好，根本就没有磨损问题。相较之下的 NGC 鉴定公司评级当代金银币落打的现象时，不列入评级标准而受到藏家喜爱。所以 NGC 在评级老银币来说也是用相同的标准看待，只要是天生造币厂铸造的缺陷，尽量不列入流通痕迹，导致 NGC 也是部分老银元收藏者的粉丝认为 NGC 这样的评级标准才是正确的。价格相较之下， NGC 鉴定老银元时相同分数差价有时较大一些，也是其中的关系吧。好的，本次压印的内容就差不多这样，我们下次见，拜拜。